娘，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是路上不顺，还是出什么事了？唉，说来话长，不急，咱们先进院坐下来慢慢说。这还是我那个住了大半辈子的院子吗？往年的节庆日反而比平日还要冷清，越是佳节越衬得自家寒酸窘迫。可如今还是这座院子，却因为有阿和的用心操持，这简陋的小院儿此刻满是浓浓的佳节喜气。原来过节从不必坐拥丰厚家底，有心之处皆是节味。哇，嫂子，你也太会整活了，竟把咱家院子变成这样了。果然，儿子都是棒槌。快去洗手吧，就等着你们开饭呢。好嘞。今晚咱们吃的是番茄汤锅，可以边煮边涮菜，热乎又入味。桌上这些都是配菜，零嘴，大家随意涮，随便吃。我还熬了一壶花果饮，清甜解腻。今日中秋月圆，愿咱们一家人岁岁平安，年年团圆，日子越来越好，万事顺lợi安康康。媳妇儿，辛苦你了。这段时间家里翻新，种地琢磨营生，打理家事，样样都是你费心操劳。都是一家人，说得对，最辛苦的就是阿和。往后你做什么，娘都支持你。谢谢娘，我也支持嫂子。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吩咐。欺负狐狸不会端杯子。来，小哥跟你碰一个。好了，开动吧。这里还有蘸料，大家可以按需加一点，味道更足。好嘞，我先试试。太够味了。我也是。娘，你们今日去王家村是出什么事吗？这会儿大家都在，你可以慢慢说。是你们舅家出了点事，要不是今日我跟阿俊过去，还真不知道。王家村偏僻贫瘠，平日少与军户村走动。这是来哪家走亲戚啊？咱们村可还没见过骡车呢。阿俊，你看看娘这身衣裳，看着会不会别扭？放心吧，娘，好看着呢。人嘛，有时候活着还是得争一口气呀。这不是王石头家的闺女桂香吗？各位婶子大娘，是我王桂香，回来还坐上坐骡车了，真够体面的。这是我家儿媳妇给家里置办的。各位婶子，我还要赶着回爹娘家里送中秋礼，改日回来再跟大家好好唠嗑。我的乖乖，自家置办的骡车那得不少银钱吧？看来萧家是真的发达了，又是骡车又是新衣裳，这得过上什么日子才行啊？会生桂香这也算是苦尽甘来，熬出头了。这些年压在心头的憋屈，今日总算散了。怎么回事？平日这时辰，家中老小总该在院里忙活说笑，今日可是中秋，不可能这般死气沉沉。小姑，满仓，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是我爹受伤了。爹娘，小弟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大哥怎么伤着了？桂香，二姐，你今日怎么过来了？你是不是听说你大哥出事，特意赶回来的？不是，我是来给家里送中秋礼的。他人呢？是在屋里吗？桂香，你快去看看你大哥吧。大哥，桂香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大哥，你醒醒！你大哥已经昏迷3日了，全靠一点草药汤水吊着气。阿俊，赶紧把车上的节礼全部搬下来。满仓，进去把你爹背出来。娘大嫂，你们找一床厚旧被子垫在骡车上。二姐，你这是要干啥？送大哥去镇上医馆治病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竟然死死瞒着我，他们这是全然没把我当成自家人。这段时间萧家日子越过越好，我竟全然不知娘家身陷贱境。二姐，村里的李央中来看过了，他说大哥这腿骨头断的地方不好，恐怕很难。难治就不治了吗？桂香，不是咱们不想治，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那笔钱。李郎中说了，去镇上医馆得10几20两银子，这还不算后头用药调养的。10几20两，10几20两，对王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。王家如今拮据到连2两都拿不出，这些年但凡有点余钱，都填进了侄子们的聘礼里。大哥自己也不肯治，他说家里本就拮据，不能再为了他拖垮一大撮人，宁愿躺着。他们这些日子到处求人，却只能靠几贴廉价草药吊着大哥的命。别废话了，立刻去镇上。大哥已经昏迷3天，再拖下去人就没了。可是银子……别可是了，我有银子。爷奶，小姑和阿俊是赶着骡车来的，车就在院门口呢。难不成桂香说的是真的？满仓，去把你爹背出来。大嫂拿褥子，小弟你给满仓搭帮手。哦，好。兴许还有救。小弟，你跟满仓一起上来，咱们去边关镇的济安堂。好。这王家也是倒霉，
摊上了这种事，好在桂香日子好起来了，或许王老大还有救呢。苏荷来这里卖过药材，济安堂医术好，收费也公道。大哥这个样子，不能去摸不清底线的黑心医馆。先扶住你大哥，别碰着他的腿。快来人，帮忙救人！人，快抬进诊室。好在你们送来得及时，病人重伤失血，高热昏迷，伤口已经开始发炎。若是再晚来一天半日，人就要熬不住，性命难保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稳住性命，先止血消炎，吊住元气。他的腿骨断裂严重，后续还要仔细正骨上药，能不能恢复如常，还要看后续调养。先保人，再治伤。备针备药，请各位家属到门外候着，不要进来。小弟，大哥到底是怎么受伤的？好好在家务农，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二姐，你知道咱家在村东开垦那片河滩地吗？咱家几10年前开出来的，种豆子用的，不用交官粮。对，就是因为那块地。王家村外有一处河滩薄地，那是我们家几人开荒拓土辛苦打理出来的。我们常年种豆子、杂粮，收成勉强补贴家用。这片河滩地自行开荒，历来不用上交官粮。可本地张家看中了这片河滩地，甚至在还暗中勾结了所谓理政。他们借着也奸坏官府名后，派人下乡清地，催缴私租。这片地往后归张家收管，想种就交租。这土地是我家开荒所得，从未占用官田，我们不退。王贵全抗拒官府，逃避徭役，还当众辱骂公差。再闹就是冲撞公差，妨碍官府办事。王家若敢对外报官喊冤，就直接抓人，把你们王家全家老小都抓去坐牢，还要赔发公差所谓的冲撞损失费。王家只能硬生生咽下所有委屈，不敢声张。好好的安分农户，勤恳劳作，遵纪守法，却要平白遭受强权欺压，夺地伤人，何其不公！唉，事情就是这样了。要不是今日回去，我还真不知道你们舅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娘，如今大舅伤势如何？可稳住了？放心吧，已无性命大碍。大夫说，等明日他醒来后，先静养调理2日，再着手注入医治他腿骨的重伤。那明日我们一同去镇上的医馆探望下大舅吧。正好今晚炖了骨头汤，明日一并烧过去。大舅这刚醒来，恐也吃不得硬食，正好先喝点汤，补补身体。阿和，你有心了，都是一家人。倘若没有你，我纵使有心救人，也拿不出半分银钱。今日又怎能救得了你们大舅？这是实情，也是恩情。娘，这都是你们这段时间努力付出应得的。对了，阿和，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你交代一下。今日为了给我大哥治病，宫中攒下的银钱，我几乎都尽数花出去了。这事儿娘没有提前跟你商量，擅自做了决定。但你放心，这银子你大舅他们定会慢慢归还，就当是暂时借给他们应急。我生怕阿和心里有疙瘩。娘，你今日做得对，舅家与我们有恩，至亲受难出手相助，本也是分内之事。更何况这是救急，又不是其他无关紧要的事，我们3兄妹绝无异议。你放心吧。至于剩下的银钱，我来想办法。阿和的性子你应该最为清楚，他既然把钱交由你掌管，就是信任你，信任咱们这个家，你不必多虑。娘，您真的多虑了。家里宫中的钱财交由您掌管调度，我没有半点异议。好好好，那明日咱们一起去镇上看看大舅，顺便多带些吃食过去。外头买的东西吃着，也不如自家做的熨塌。其他物品我让阿俊明日去一趟王家村报个平安。好嘞。人这一辈子，有些坎儿是躲不过的，能陪着你一起扛过去的人，才是真正靠得住的。或许，这就是患难见真见情吧。今日若有什么事，便让阿俊去营地传话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辛苦你了。路上稳当些。对外祖父外祖母说，你大舅已无大碍了，让他们别太担心。知道了。
二姐，你们来了。大哥怎么样了？一晚上挺安稳的。安稳便好。小弟满仓，来，给你们介绍下，这是阿征的媳妇儿苏荷。小舅，大表哥安好。好好好。小舅满仓哥，快来吃早饭了，你们快趁热吃，你们快趁热吃。这么多，一眼望去全是精细粮。娘，我去前头找大夫问问后续的情况。想请大夫说说我大舅那条腿后续如何治疗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你大舅之前失血过多，底子溃败，先以红血散居固本补血的汤药将养静养，等病人元气要恢复，就需静养2个月，后经每5日换药复诊1次。那接骨的费用呢？接骨正位月需10两左右，若是好讲，往后行走劳作倒无大碍，只是怕再难如从前那般硬朗利索。人参再好也不能乱补，那调养期间可否用些人参炖汤？你懂些医理？略知一点，不敢乱用。少量人参温补倒不是不能用，只要少放一炖酒上来就大补，可与枸杞大枣同炖。多谢大夫，我记下了。大夫说，先静养2日，等元气恢复些，再正骨包扎夹板固定，至少静养2个月，以后每5日换药1次。接骨正位配枸走行坐或许无碍，只是难如从前硬朗。若好好将养，小人参可小量同炖，不能猛补。您前慢慢想办法，腿不能再拖。娘，我那里还有8两银子，先拿出来救急吧。不成，哪能拿冤丫头的钱？小姑，表妹的钱不能动。萧月这份心先记下。大哥，爹，桂香，是我大哥，是我。大哥，你可算醒了。还是请大夫来看一眼。小弟，快去请大夫。先别说话，都退开些，让他透气。可认的人，醒了便好，算是稳住了。这润唇也要一点点慢慢来，腿不能动。这2日先静养观察，若再发热、昏沉，立刻去钱塘叫我。这是哪儿？季安堂，你在医馆里已经稳住了。我睡了多久？睡了几日，已经熬过来了。大舅，先别想太多，你啥都别操心，先养命。先让他睡稳。我去钱塘候着。这些重话暂时别在大舅跟前说。我知道。娘，大舅醒了吗？外祖父、外祖母知道就稳住了，暂时没来。大夫把药配好了，今日先2剂，1剂午后，1剂夜里。明早再请大夫复看。大哥，我晚些再来看你。小姑，你放心，我守着我爹。要按时间，若再发热昏沉，就马上叫大夫。满仓哥，汤先别急着喂，能吃就吃点，换着手。我们傍晚前再来。小舅和满仓哥也该吃顿热乎的正经饭。都这个时辰了，咱们在镇上吃了午饭再回去。阿征他媳妇儿这么大手笔的吗？这吃的也太好吧！我跟满仓还不饿，不用准备我们俩。小舅，就小摊上的吃食而已，快趁热吃吧。磨叽什么？赶紧吃。二姐，这是家里捎带过来的银钱，暂时就这么多了。若不是被讹走那2两，家里也不至于连看诊的钱都凑不出。外祖父还说过2日他们再凑些银钱送过来。凑什么凑？就王家村的条件，他们能找谁借？我说了，可外祖父说不能拖累咱们家。现在我们有，等你们手头宽松了，再慢慢还就是。二姐，这份情我们王家记着。怎么了这是？瞧把狐狸给急的。别急，让我看看，是焦急、担忧，还有催促。他是想让我进山。娘，我跟红英去山上一趟。这个时辰去山上做什么？红英会无缘无故急成这样？他不是乱跑，是在带路。红英不会害我。
哪是什么黑石块啊，分明是一头体型庞大又凶猛的大黑熊。你是想让我救他？好，你别急，我先看看情况。这头大黑熊的伤处撕裂得很严重，虽不在大骨外涌，却依旧没有真正止住。若是放任不管，用不了多久必然恶化感染。以这般重伤状态，这头黑熊根本撑不过一夜。可这大黑熊体格异于常人，且伤势还这般严重，这寻常的伤药对它有效果吗？我的异逆并不具备直接治愈伤势的能力，对人体伤势无甚奇效。那对动物呢？试一试。没想到真的能见效，太好了！没想到我又挖掘出一个木系异的新功能，我的异逆依旧没有治愈能力。这算不算是一种小确幸？眼下来看，我这木系异逆虽不能根治伤势，却能稳住性命，这对我来说已然知足了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吧。这只是暂时稳住了伤势，他的伤口还裸露在外，极易感染。他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了，不过还得再观察一会儿。看来红英跟这头大黑熊关系不浅。那株百年老参，那老参多半是他从大黑兽这里迎来的。这么大一头黑熊，竟是红英的玩伴兼跟班小弟。他是跟猛虎争斗才伤成这样的，不止一头，是2头。一熊难敌2虎，难怪会伤成这样。这深山里还真是卧虎藏龙，至少还得观察1-2个时辰。洞外草木气息浓郁，也许能找些可用的草药。你在这儿守着它，我就在洞口附近，不走远。若能找出更多能用的东西，边关百姓或许也能多一条后路。这里的草木气息比我想的还要浓。这是滇种膏，连铁皮石斛和黄连都有，这可真是发财了。大黑熊醒了。哦，是自己人啊。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后续再换2-3次药，静养几日便好。只要这几日不剧烈打斗、奔跑，伤口就能慢慢愈合了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我家婆母日常训阿俊的模样吗？此刻这训斥的架势，简直就跟王桂香平日里数落萧俊差不多。兄弟，你这脑袋比我整个人的腰还粗，猛地来这么一下，我这小身板可扛不住啊！就这体格，在这片深山里称一声黑熊王也不为过。我今天怕是得横着出这个山洞了，这头大黑熊也太反差萌了。我叫苏荷。等
深山之中威风凛凛的熊王，竟是这般憨厚软萌的性子。魁梧凶悍的外表下，竟藏着一颗乖巧温顺的心。这下彻底变成大型犬了。激动、感激，还有他想让他做什么，或者说想给他什么。红英，他想表达什么？带路啊，傻大个！活水温泉，藏在深山腹地里，天然活水温泉。玉石毛料，这是紫灵芝，这是虎骨碎块，这俨然是大黑熊的私人藏宝库啊！这些东西都任我挑。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呀，但把人家底掏空，这事儿我干不出来。好了，够了够了，已经很多了。阿和走的时候穿的也不厚实。娘，你杵在门口做什么？你当老娘闲着没事儿，乐意站在这里吹风啊？谁惹老娘了？阿俊那小子惹你了？你个憨货，还有心思跟我扯嘴皮子！你媳妇儿一下午进山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娘也是，也不早说，说个话绕来绕去，也不直接挑重点。早知道媳妇儿还在山上没回来，我哪还有功夫站那儿听训啊？万一出点什么意外，我根本无法原谅自己。征哥，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事？我没事，就是有事耽搁了一会儿。没事就好。我背你。那还是辛苦你背我吧。好像我用的重量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回来啦，娘，大哥跟嫂子回来啦。这是怎么了？伤着了？难道是进山受了伤？娘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，我就是走累了。真哥见我拎不动东西，就背我回来了。哦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这朽木脑袋总算开窍了。行了，赶紧洗洗手吃饭。嫂子，红英呢？午后红英拉我上山，是因为山上有个玩得好的小伙伴受了重伤，我给他处理了伤口，又上药包扎，暂时没大碍，不过还得再观察2日。他感念救命之恩，送了些珍藏的好物，就在那2个篮子里。今日我已向千户告了假，明日去镇上济安堂看看大舅。他这次重伤遇险，于情于理我都该亲自去探望一趟，也算是以表心意。应该的，你去吧。明日我再炖一罐参汤，你正好带过去。大夫说可以少量温补，正好家里有现成的滋补药材。阿和，娘，我手里已经收了好几株人参了，既然有多的，没道理不给自家人。而且大舅刚重伤苏醒，身子极度疲乏，根本承受不住大补，我就用几根人参须炖汤温补，刚刚好，不会虚不受补。好，参吃就足够了，能有参须滋补就已经很好了。阿和，娘替你大舅谢谢你。我跟征哥是夫妻，那大舅也是我大舅嘛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吃的差不多了，收拾吧。累成这样，腿酸，腰也酸，胳膊也酸，浑身没劲。肖师傅的手艺不错嘛，力度很合适。夫人满意便好。非常满意，往后继续保持。阿和，往后你手里有什么机缘、好东西，
不用事无巨细都带清楚，自己收着，自己做主就好。今日那些东西说一声就够了，不必样样爆出来。我没看错人，能嫁入萧家是我的幸运。昨晚睡得真好，今日正好赶早炖汤。真哥一早要去济安堂，参汤得早些炖上。大舅刚醒，身子虚，汤得清淡些。药味太重反倒不合适，清淡温润刚好。文火慢煨1个时辰，正好赶得上出门。今日真哥休沐，早饭换个甜口花样。汤慢慢煨着，饼也快好了。怎么起得这么早？也不多睡会儿，这些活儿等着娘来做就好。嫂子，今天吃什么呀？圆子，还有葱油饼，你可真是会享福哦！媳妇儿早早起来忙活做好饭，你倒睡到现在才起身。以往我休务在家，娘可不是这样的，如今倒像有了儿媳妇就忘了儿子。我这可不是偷懒，是媳妇儿心疼我，特意让我今日多睡一会儿。瞧把你给嘚瑟的，你小子就是积了8辈子的福气，才能娶到阿和这么温柔贤惠、事事周全的好媳妇儿。嫂子，这个圆子也太好吃了吧！里面包的是蜂蜜，对，蜂巢蜜，甜度刚好。这圆子做法新鲜，回头你再教教我。行，回头我教您。时刻满心欢喜的认可，便是下厨之人最踏实的包厢。路上慢点儿，替娘跟你大舅问好。知道了。想要长久稳当，始终得有一个正经的营生。阿和，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怎么了？娘，有什么事你直说便是，跟我还见外啥？阿和，你也知道我娘家的情况，如今家底都掏空了，光靠着地里那点收成，今年他们怕是挨不过寒冬。就是咱们之前做的那些布艺饰品，娘想问问你，能不能也交给我娘家的嫂子们来做？王家村挨着山海镇，那边至今没人做这类精致布艺小物件，若是他们也能做这个活计，好歹能多一份收入，贴补家用。就这事儿。对，娘，这个布艺饰品我都让赵婶他们做了，没道理不让自家人做吧？那我就让娘家嫂子做了。其实没必要做。啥意思啊？村里好几户人都在做，市面上也不稀罕了，利润越来越薄。舅家若真想改善处境，靠这点零碎收入只能解一时之急，治标不治本，还是得找个更稳妥的赚钱生计。唉，我也想啊，可你舅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，一无家底靠山，二无傍身手艺，真让他们贸然去做别的，我又怕他们被人坑骗。小坐。我是想着重新再做个赚钱的营生。阿和，那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当然是资源的合理利用啊。之前我做的小面包、月饼味道如何，娘跟阿玉心里都清楚。这炉子费心搭出来，只偶尔做点零嘴，实在太浪费了。好吃，松软香甜，口感也特别。嫂子做的面包糕点比镇上的糕点铺子还好吃。我想先主打几款特色糕点和小面包，做好后拿到镇上去卖。如今10月初，天一日比一日凉，烤出来的面点比夏日更经得住放。这倒是，寻常屋里放上3、5日也不容易坏，摆摊能卖，装着走村串行也能卖。这门营生我打算交给阿俊来做。阿俊，我负责配方和制作，把味道先稳住。阿俊负责跑货售卖，把东西送到镇上和村集去卖。我不大包大揽，只拿配方分成，能让阿俊跑起来，我也能少些杂事。可是阿俊他能行吗？下个月就16了，也该学独当一面。男孩子总要给他磨练的机会，不能一直护在家里。他之前跟江虎去周边乡镇跑货，也做得不差。前期我会带着他做，不会直接放手不管。等阿俊上手后，可以多找几个人合作，镇上的铺子也能谈寄卖，各个乡镇也能慢慢定几个售卖点。你舅舅他们也能从阿俊这里统一拿货，再去山海镇周边村落市集售卖。行，那就让阿俊试试。阿俊不是不知轻重的孩子。阿月，你的绒花手艺已经学成了，也该着手把绒花作坊办起来了。我攒下的银两都给大舅治腿伤了，开作坊处处都要钱。我先借你10两银子，把作坊启动起来。不用急着还，等作坊盈利了再慢慢还，不能只靠临时救急，他们都得有自己站稳的本事。嫂子，这样吧，你这10两算是入股，到时候赚了钱咱们5-5分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
我不能再白占嫂子的便宜。阿月说的对，你教了手艺又出本钱，拿分成是应该的。不用，这10两只是先借你把作坊开起来，往后选料、做货、管账都要你自己费心。我又不日日管事，不能只凭10两银子就拿你1半分成。不行，必须分成，不然这10两我也不要。阿和，你就应下吧，真心换真心，不能白拿。那行，算我入股，但用不着5成，2成分红就可以了。2成太少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别磨磨唧唧的了，你就当是给我的零花钱。好，我听嫂子的。晚些等阿珏回来，再细说面点营生。先买料，再试几款最稳妥的绒花样式。娘去灶屋看看。款式、配方、拿货分成，都要先定清楚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娘，大舅今日的精气神好了不少，还跟我们聊了许久呢。小棍联棒，大夫说后日就能安排接骨，算是彻底稳住了。太好了，老天保佑。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可是镇上出了别的事。没事，别担心。这回答我怎么不太信呢？大舅若真稳住了，他们何必拖到天黑才回来？王家那边还有小舅和大表哥守着，这男人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晚点回房，再好好问他。阿俊，我打算在家做面点生意，后续就要由你负责运营销售，我负责配方和制作，我只拿技术分红，如何？你可愿意接受？啥？我吗？嫂子，你说真的？怎么，你不乐意？乐意，我当然乐意，100个乐意。赶紧坐下。毛毛躁躁的，像个什么样？这么大个人了，也不稳重点儿。娘说的对，我就是一时太激动了。之前见嫂子教小妹绒花手艺，我心里其实挺羡慕，有个傍身手艺才是能安稳度日的依仗。如今嫂子也给了我一个机会，这便是我立足的底气。若我经营好了，往后也能自力更生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做。好，稍后我把整理好的计划书给你，你先瞧瞧，有什么想法，咱们明日再细说。谢谢嫂子，我一定认真细看，好好经营。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奔头了。谁呀？这么晚，怎么这么大的动静？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娘，你和阿玉待在屋里别动，我们出去看看。阿俊，村落里怎么会有黑熊？若是野兽下山，全村都危险。大哥，怎么办？是黑熊！回屋里去，关上门。住手！快，先进来。这就是他说的小伙伴。大嫂也太勇了吧！这跟牵大狗似的。桂香婶，小整没事吧？劳各位叔婶担忧了，我家没啥事儿。方才只是我和阿俊比划招式，收拾没收住力道了。娘，阿玉，你们俩别出去。干啥拦着？到
底出啥事儿了？对啊，二哥，外面怎么了？刚刚那动静太吓人了。你们就别问了，等大嫂过来再说。我怕吓着你们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人已经走了。别担心，大黑熊不伤人，只要不伤害自家人便好。只是我这位媳妇儿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要不简单啊，那就不是简单的讨喜了，而是一种异于常人的本事。还有方才那股包裹住我身体的无形力量，又是什么？不管如何，苏荷都是我带回家的媳妇儿，是我萧征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我们的家人，这便足够了。所以不管阿和有何秘密，老实交代，你们这大晚上的下山干嘛？动作过猛，扯到了，唉，只能来找你了。我们懂礼数，带了礼物。以后要来，让红英先进来通报一声，别再这样直接堵门口了，听到没？你们待在这里别动，别吓着我家人了。我进去拿药箱，顺便跟他们解释一下。嫂子，他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咱们进去说。嫂子，如何？外面谁来了？外面什么东西在晃动啊？黑乎乎的。娘，我劝你还是别看了。坐下来说吧。娘，阿玉，我接下来说的事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惊慌。啥事啊？嫂子，你直接说吧。昨晚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去山上救了红英的小伙伴吗？而那个小伙伴，其实是一头大黑熊。大黑熊？你昨天上山救的是大黑熊？对，就是现在在咱们院子里蹲着的那个。嫂子，你不知道，我刚才打开院门的那一刻，差点当场绝过去了。门一开，一抬头就看见那么大一坨黑乎乎的东西杵在面前，换你也得叫。那头大黑熊跟红英一样吗？不像红英那般通人性，但它性子憨直，只要不主动招惹，它不会伤人。今晚会找过来，也是因为它的伤口裂开了。我去拿药箱。你们想认识一下大黑熊吗？我可以带你们跟他打个招呼，露露脸，也算认认人。真的吗，嫂子？他若是真不攻击人的话，我倒想跟他握握手。能跟山里的大黑熊握手，我怕是整个边关的第一人吧？想想就很神气。哦，对了，大黑熊貌似还给大家带了见面礼呢。什么礼物？给我们的？这大黑熊还怪讲理的吗？这也太玄乎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那要不这样，你们镇定点，我去把大黑熊带进堂屋来，这里面视线亮堂些，也好让你们看清楚。行啊，那我们把桌凳收一收。走吧，我带你进去认认人。好呀！大黑熊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可不能伤到他们啊！看吧，他就是这样，憨憨的，很是可爱。他说这些是给你们的见面礼，第一次上门拜访，不能空着手。这株何首乌是给娘的，这给我的，
这也太贵重了。这块青白色的是给真哥的，这块浅碧色的给阿俊，这块淡粉色的是给阿玉的，还有这株灵芝是给我的。我的天爷哦，这辈子还是头一回收到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一头黑熊送的。谢谢大黑熊。嫂子，我能摸摸它不？可以啊，动作轻一点，别碰到他伤口了。哇，这毛真硬啊，跟粗麻绳似的。这要是一巴掌拍下来，真的好乖啊，跟嫂子说的一样，憨憨的。时候不早了，大沟熊该回山上去了。他有伤在身，也不好在村子里待太久啊。这就要走了？以后总会有机会再见的。下次来前，让红英先说一声，别再吓人了。等等，给，让他们带回山里吃。收了人家这么贵重的礼，总不能让人家空着手回去。娘，他是黑熊，山里什么都有得吃，饿不着他。那也得带上。不管是人是熊，到了咱们家就是客。他这是在跟我道谢呢？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这辈子头一回被一头黑熊道谢。娘，你这也是跟大黑熊交上朋友了嘞！去，少贫嘴。走吧，回山上去，路上小心点儿，别再扯到伤口了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我后日再上山看你们。真不是做梦吗？是真的不是做梦，但这一晚过得就跟做梦一样。大狗熊真的好可爱啊，下次也送它一个回礼才好。可爱？你是没看见它堵在门口的样子，那哪是可爱，那是要命啊！可它后来不是很乖吗？大黑熊跟其他的黑熊不一样。那也是后来啊，要不是有嫂子，你看它还乖不乖？40-50年的何首乌啊，这得值多少银子？一头黑熊比有些人还懂礼数。阿和，这株何首乌真给我了，随便我怎么处理。当然啊，给了你，那便是你的，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。那好，我明日想拿去济安堂卖了，你看行吗？太好了，眼下的窘境能解决了，不仅能解决大哥治腿伤的开销，还能余下几两留作家用。娘，你做主便是。娘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这块玉石也可以拿去典当了。你自己收着吧，还用不着你的玉石。如今你也算是大姑娘了，嫁妆该攒起来。我身体硬朗，现在也用不上这些滋补手污，便足够解决问题。好吧，那我先收着。等下次修俗，便把这块玉石打了，给自家媳妇儿做个首饰戴戴。老实交代，白日里都干什么去了？你可别糊弄我啊！还真是瞒不过你。今日在镇上，我打听了一些张地主的事。那姓张的在山海镇经营了10几年，手底下有几十号人，跟镇上的一些官差也有些往来。这些年仗着有几分势力，没少欺压周边村子的百姓，私下做的全是些强买强卖、讹账钱财的勾当。那就是说，受害的不止旧家一户，远远不止。我今日在镇上茶馆里坐了1个多时辰，旁敲侧击问了几个人，光是这2年被他整过的，少说也有10几户人家。只是那些人家都是普通庄户，没钱没势，被欺负了也只能忍气吞声。那他的靠山就是镇上衙门里的人？应该是了，只是目前还不确定具体是谁。可明确的是，他跟镇上的官差有往来，但具体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再谈。再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充其量就是镇上的一个地头蛇，仗着经营的久，欺软怕硬罢了。如此，
那就好办了，只要抓住他的把柄，这种人就不足为惧。我还打听到一件隐秘的消息，张家前段时间似乎出了什么事，手头很紧，所以张家人才急着到处讹钱。旧家这次多半就是撞在他缺钱的节骨眼上。那他会不会不甘心，再找旧家的麻烦？所以我才要摸清他的底，等大舅伤好了，这事儿得有个了结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心里有数，这事我会处理好。你安心忙你的营生就好。既然他说心里有数，那就是真的有了打算。那你也要注意安全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随时说。好。我今日去济安堂探望大哥，顺道把何首乌卖了，卖得了银子就把药费一并付了。阿俊，你再去一趟王家村你外婆家报个信儿，告诉他们银钱的事不用再愁了，让他们别再去村里找人借了，就怕他们为了凑钱逼急了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来。娘，我今日也有事要去镇上，跟你们一同走。行啊，正好路上有个伴儿。阿月，你一个人在家能行吗？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镇上？不用了，嫂子，我一个人在家碎布料没处理完，你们放心去吧。正好害我关上院门做活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也不知这何首乌能卖多少银子。眼下最养教的不是开展事业，而是地头蛇张家，就像在身边埋了一颗雷。王家若有好转，张家必然还会觊觎。萧征查人，我也不能干等。今日去张家周围找些眼线，摸清他们的底牌和把柄。娘，那我们走了，你自个儿小心点儿。知道啦，你老娘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用你交代？我想顺路去山海镇逛一逛，瞧瞧有没有新鲜花样，还有可用上的原材料。我家儿媳妇向来是个有主意的人，她所做的事都有她的道理与衡量。照顾好你嫂子，可要把人安全的送回来。阿俊，在这停吧，我下车。嫂子，你一个人行吗？要不我先陪你逛完再去王家村？不用，你先去报信，半个时辰后咱们这镇口会合。那行，嫂子你自己当心。今日若不能把嫂子全须全尾带回去，娘怕是要打断我的腿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大叔，请问张地主家的宅子往哪儿走？张家啊，往东走，出了这条主街，沿青石路一直走到头，镇子最东边那片大宅院就是。多谢。十有八九就是张家。植物多，这里的植物完全比不过深山里的，空气与地理位置都无法滋养它们，以至于完全没开窍，就像对着一群聋哑人说话。日日浇灌，细心照料，长年累月下来，竟也沾了一丝灵性。够了，这株兰花所在的位置应是张地主的书房或内室，能确认这里确实是他常待的地方，只是还不够具体。我需要更灵活、更有用的眼线。麻雀，这类鸟最不起眼，哪里都有，谁也不会过多关注它们。它们常年栖息在这一带宅院周围，屋檐下、围墙上、院子里，到处都是它们活动的地方。它们能去人去不了的地方，看到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也能听到人听不到的话。它们简直就是最佳的眼线探子。这只麻雀倒是个机灵胆大的，就它了。你们一直住在这附近吧？这座大院子里的事，你们应该知道不少吧？这可比兰花有用多了。张地主的大儿子在外头赌房欠了一大笔赌债，这事没传开，难怪镇上没人多提。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银子，又是还债，又是打点关系。赌坊在县城，背后还有靠山，这他哪敢得罪啊？只能老老实实认下这笔账。张地主本就是个抠财之人，他把火气撒到最底层的百姓身上，想把自家的损失找补回来。
真是张巴迪啊！这口井不对劲。那不是普通物井，还不起债，就批人拿年轻女子抵债。有的被转手卖走，有的进了张家后再也没出来，真是龌龊至极。这不是迫害无辜女子逼良为娼吗？更可恶的是，张家祖孙3代没一个干净，整个张家的根都烂透了。我原本只是想找些把柄来制衡张家，没想到挖出来的事比我预想的还要触目惊心。光知道还不够，我需要实证，帮我盯着那个姓张的，看看他平日里把重要的东西都藏在哪里。账本、契书，这些都可能成为罪证，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物迹。等你们有了新发现，就立即来找我，就跟平常一样在这一带活动，别引起人注意。第一步算是布下了，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等待，只要拿到实证，就能真正捏住张家。嫂子这边报完信了，交代清楚了，舅母听了都哭了，大表哥也说了，让咱们放心，家里的事儿他能撑住。那就好。嫂子，山海镇逛得怎么样？看了看，心里有数了。走吧，去接娘回家。娘，大舅怎么样了？精神好了很多，明日接了骨，顺利的话，养上2、3个月就能下地走动。那就好。我手屋卖了18两，比我预想的还多几两。接下来大舅的医药费就不用愁了。那大黑送的礼可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！下次他来，娘多给他做点好吃的。原味小面包已经成熟，另外几款还得一项项推敲，配方得简单易操作，还得确保阿俊学会后能自己做。我可没打算自己一个人制作所有面点，那不得累死。这些东西最终都是要交给阿俊做的，之后我只负责把配方调好，把人教会，之后就彻底撒手了。阿俊，过来。哎，来了！难道我也能跟着学手艺？嫂子，我也要学做糕点面包吗？当然要学啊，不然有客人问起来，你自己都说不清楚，那还怎么销售这些面点呢？原来卖东西也得先懂东西。再说了，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，等之后生意稳定了，需要好几个人一起做，说不定还要再建几个烤炉，而且之后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做面点。你以后也可以考虑找2个信得过的帮手，以后忙起来也能错开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嫂子，我一定好好学，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技艺，才能长长久久的做下去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懂，但不怕，不管多难多辛苦，我都要学。先从最基础的原味小圆包开始，水不能一次倒完，要一点点加，揉顺后盖上布，让它慢慢发起来，分成小剂子，收口朝下，尽量揉圆，醒一会儿再进炉，火候不能急。原来发好的面团是这种软度，按下去能慢慢弹回来，说明发酵到位了。软，慢慢弹回来就是发酵到位。烤炉的温度你得自己把控，能坚持3息左右就差不多了，太烫了就等一等。行了，你自己来一遍。怎么跟嫂子揉出来的不一样？水量要稳，揉面别急，醒发和进炉都要多看状态。我记住了，我再试一批。这几个黑的是什么新口味吗？不是，是我烤糊了。不用问都知道，这肯定是练手剩下的。野菜蛋花汤来了，开饭！大家尝尝我的手艺，原味的还行，就是吃着有点实。红豆沙的馅儿放少了，以后我就可以解放双手了，这不还挺体贴的吗？能吃。这些意见我都得记住，皮硬馅儿少，火候还要再看。好，我明日再改进。好了。这事儿你自己再好好琢磨吧。我要说正事了，阿和，我下午去地里转了一圈，那些苗都长了好高一截了。红薯的藤苗已经有6寸来长了，叶子也绿油油的，长势很好。你看这长度适合剪取藤段吗？移栽了吗？那应该可以了。再拖下去就要错过最佳种植期了。我明日去地里看看具体的情况，没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安排乡亲们来领取藤苗了。明日下午就安排。行，那这事儿还是得找村长说一声，让他出面去通知吧。领不领取藤苗之后的收成如何，可与咱们家无关。到时候我跟村长说清楚种植的方法和注意事项，其余的就看各家的种植方式了。我想明日下午让我娘家兄弟也来领取一些红薯藤苗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本来就该给舅家留一份的。那好，嫂子，
今日下午你说让我找2个可靠信得过的帮手，我想让2个表哥过来跟着做，可以吗？村里的人我就信得过虎子，可他下个月就要去军营服役了，指望不上。其他人嘛，我实在想不出合适的，倒是表兄们知根知底的，人品和性子我都清楚。可你们舅家有5个表兄呢，你怎么选？选了这个，另外几个心里不得有想法。大舅家3个，二舅家2个，加起来5个表兄，选谁不选谁，处理不好就容易伤和气。2个舅舅家各1个名额，至于选谁，由他们2房自己协商。这法子好，省得咱们家在中间为难。到时候按销量给提成，多劳多得，谁也不吃亏。这样倒是谁都有个去处。这样也行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二哥，既然你明日要去舅舅家，那干脆把表姐一并接过来吧。我这边也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帮忙，嫂子已经够忙的了，我不想再给她增添负担。这个人选，我肯定优先选择自家人。你看我做甚？女子要有自己的傍身之计，我也想让表姐多攒点体子嫁妆，这手里有银子，腰杆子才能硬。以后你们各自的营生就由你们自己做主，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商量，其余的小事情你们自己看着办就行。我知道了，嫂子，那我明日再跑一趟王家村，把这几件事一并办了。那明日你早些出发，别耽误了下午的事。放心吧，嫂子，保证办妥。一个个的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和打算，这种感觉真好啊！好了，早点歇息吧，明日还有的忙。今日事情不少，我先去王家村了。接人，通知领藤苗，还得把做工说清楚。走吧，去地里看看。过了那片矮坡，就是咱家的地了。看着这片地，心里倒踏实。种下去1个多月，正是长得最旺的时候，长得可真齐整。这土豆苗长得真壮，根扎得深，地下薯块应当也在膨大。正常这时候顶多7、8寸高，有木犀一能润着，确实快了一截。这红薯藤铺得满满当当的，这红薯藤已经蔓延出去3、4尺远，贴地生长。藤茎有小指粗细，颜色也好，水分足，韧性也够。新生藤段都有6寸以上了，扦插标准已经够了。再过半个多月就能结出荞麦粒了。这豆苗也不差，荞麦之后稻类也能接上，冬麦不急，入冬前扎稳根就好。这白菜看着就压秤，再过半月，这些白菜萝卜就能收割储备过冬菜了，比周围田地高一截，壮一圈。这其中有多少是木犀异能的功劳？苏娘子，这片土豆上周浇了1次水，长势很好，没发现虫害，有几株叶子发黄，我摘了黄叶，又松了根部的土，处理得不错。这片荞麦开花了，我每日都来看着，没让鸟雀糟蹋。红薯藤长得太快了，跑出地垄的我都牵回来了，免得扎根到路上去。100亩地，10个长工，每人负责10亩。虽没种过这些新作物，可都是侍弄庄稼的老把夫。这地交给他们照看，倒是真放心。这一圈看下来，确实打理得很好。娘，红薯藤可以扦插了，藤段够长，也够壮实，剪下来就能直接插种，可算等着了。倒是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10月中旬萝卜白菜先收，接着是荞麦和豆类，再之后就是土豆、红薯和收成。忙好啊，我巴不得每个月都有收吃了，保你过个饱饱的寒冬。我这就去找村长说一声，你别在地里待太久，风沙大。大家先到红薯地这边来，今日都集中到红薯地这边来，帮忙捡取红薯藤。下午会有乡亲来领藤苗，人多，你们帮着维持一下秩序，也教教他们怎么剪。剪短，先剪新生藤段，母藤根部要留着，别伤了地里的苗。好的，苏娘子，这红薯藤咱们可以领一些种吗？这玩意儿是真的能种，产量少一些又何妨？总比没有粮食可吃强。当然可以，你们下午跟着一起捡就是了。多谢苏娘子。不用谢，我家那块自留地正好还空着一半呢。我都看在眼里，多种一些出去也是好事。娘嫂子，我也去帮忙。行，跟紧些，到了地里别踩上苗。人都通知到了，愿意领藤的下午都会往这边来。我来记名，按户分，省得乱。先排好队，等长工剪好藤段，再按户来领。弟妹，听说你家在分发红薯藤苗，我们能领一些回去种吗？他敢种这么多亩，还免费分给乡亲，若是对产种成了，那可都实打实粮食。对啊，苏和姐，我们分到的自留地正好还空着呢，也想跟着种。当然可以啊，你们不来，我也要去问问你们种不种呢。那可太好了，多谢弟妹。嫂子，我们来了，好在赶上了。爹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我在家坐不住，正好也想来看看。好，长得好啊！阿和，这是你外祖父。外祖父好。好，阿俊都把事情跟我说了，多亏了你呀。
都是一家人，外祖父不必客气。这是你大舅家的老大满仓，老二满粮，老三满山。表弟妹，这是你二舅家的老大满金，老二满银。表嫂好，满希姐你来了。阿玉，好久不见。闺女，这次的事儿我跟几个孙子都商量好了。爹，您说。到萧家做工的2个名额，我定了满粮和满金。满仓是长子长孙，要留家照应你大哥和地里的活计。满粮手巧，满金脑子活着，有眼力劲儿，他们2个去最合适。外祖父安排的妥当，就这么办。满喜能跟着阿月学手艺是他的福气。满仓、满山、满银，空闲时就去拿货跑销售，多劳多得。你2位嫂子让我替他们好好跟你们道一声谢，都听清楚了。到了这里就给我踏踏实实干，以后什么尽管吩咐，我别给你们姑姑丢好干。表弟妹，今天先帮把红薯藤的事忙完，做工的事明日再细说。各位叔伯婶子，先听我说。我先说说这红薯藤怎么剪，怎么种。剪藤段要选这种茎杆粗壮、颜色清脆的壮藤，不要选这种又细又嫩的新梢。每段剪取5到6寸长，要保留3到4个节点，每个节点上都有芽眼。插进土里后，就靠这些芽眼生根发芽。剪的时候，剪子要斜着下，切口要利落，别撕扯。剪下来的藤段，下面2个节点的叶子要摘掉，上头留1、2片叶子就行。种的时候，把藤段斜插进土里，埋入2到3个节点，露出地面1到1个节点。相加红薯的去上院，视方节的剩饭，红锯差不多保持1尺半，朱锯1尺的样子，不要种得太密了。插好之后浇一遍透水，刚扦插的头几天要让土壤保持湿润，等新叶长出来就说明活了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有不清楚的现在就问，别回去了瞎种，浪费作物。我种的是头茬，大家扦插的是后茬，之后的长势和收成必然会有差异，这点大家都明白吧？明白，先种后种，长势哪能一样？我们懂。那就开始吧。该下地的下地，该捆绑的先去旁边备着。今日几十亩红薯地都要剪一遍，人多力量大，都别乱。剪粗藤，嫩梢先别动。这段太细，换粗的。这样就对，切口利落点儿。这些藤苗再有2、3个月就能收了，干旱不全是坏事。今年寒冬没那么早，多留些日子，庄稼就能再长一长。等入冬，乡亲们地窖里也能多些红薯，不敢说顿顿吃饱，至少不会饿肚子。哟，我们等着发什么金子银子呢？火急火燎的把人都喊来，整了半天，合着就是在这嚼草秧子呢。真是活久见了，这地里的草剪下来，不拿去喂猪喂驴，倒当成宝贝供起来了，可不是吗？那萧家心腹也就仗着读过几天书，指着一堆番邦来的野草糊弄人。哼，什么红薯，听都没听说过。这玩意儿要是能长出粮食来，老娘就把名字倒着写。就是，瞧把他们能耐的，指不定是变着法子显摆呢。有些傻子还真信了，巴巴的跑来当苦力。等过2个月，地里连个屁都刨不出来的时候，看他们上哪里哭去？可不是嘛，老老实实种麦子不好吗？非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新鲜花样。我看啊，最后铁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咱们乡下种地讲究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经验，哪轮得到一个年轻媳妇儿无乱出新规矩？哼，等后面种不出收成，看他怎么跟大家伙交代。刘翠花，你们几个不相信不想种的，那就死远点，少在这里凑热闹，嘴巴这么碎。今儿出门是没洗漱还是怎么着？满嘴喷粪。就是，咱们乐意跟着萧家种，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？真是够拿耗子多管闲事。等咱们把红薯种出来了，到时候有些人可别好歹吃亏的时候。
老沈，算出来没有？到底有多少斤藤苗？苏娘子，你这数字真的没弄错？这光是藤蔓就有10万斤了呀！